特尼克又再度的向艾斯摩尔公司關切，那這都展現出了美國的深层焦慮。艾斯摩爾也講了，就是我們所生產的每一台，然後呢，他們都有掌握，完全沒有給中國大陸。那但是呢，美方的匿名官員啊，繼續指控，我覺得你就是偷偷賣給大陸啊。美方的懷疑有沒有證據？說沒有證據。如果美國要說要守住，讓中國大陸永遠造不出 EUV， 這個大概率守不住。只是時間問題，因為封鎖呢固然是可以拖慢大陸的研發，但封鎖本身也是最好的催化劑。所以從2019年到今天，美國的管制清單越拉越長，DUV 呢也放在裡面了。但中國大陸從來不是說，哎呀，那完了，那我們就双手一攤，啥也不幹，而是啥，就舉國之力一起來努力。好，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中美的科技戰在啟動的同時，大陸方面啟動的是它的曼哈頓計劃正式的啟動。好，怎麼做呢？有非常多的手段，包括了延攬前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來推進。針對於艾斯摩爾它的 EUV 的逆向工程之外，中國大陸也自己自建了，包括它自己的光刻機，有用自己的技術，包括了有奈米的压印技術，還有 DUV 製程一起並進，直猜的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機壟斷體系，真的可以做到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看。第一個話題，中國大陸推進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它的曼哈頓計劃。這個曼哈頓逆向做什麼呢？就是逆向的拆解 EUV。那這樣子的話，這個艾斯摩爾還可以掌握完全的霸權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大陸也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可以完全繞開 EUV 的技術嗎？真的可以做到嗎？它的技術包括了奈米壓印，還有 DUV 的多重圖案化跟涛定律這一些方法。第三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當美國封鎖住艾斯摩爾，但是中國自己做自己的替代方案的話，未來的晶片供應鏈會不會走向中美兩套自己走自己的兩個模式、兩套標準、兩個陣營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今天要來特別看到的是這個艾斯摩爾如今被推到了中美科技戰的最前線，因為呢，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來自於外媒的報道，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他向艾斯摩爾的高層表達了高度的關切，說啊，你的 EUV 極紫外光機可能已經流入中國大陸了，你這樣子的一個做法是違反我們美國的出口禁令的。而且呢，多名的不具名的美國官員還指控說呢，艾斯摩爾其實沒有非常的配合美國的限制，還涉及到了出口，包括了 EUV 的這些相關的零組件自己偷偷的賣給中國，說呢，這個是在一個灰色地帶的交易。當然呢，現在目前呢，針對各種的指控，艾斯摩爾已經否認到底了。他甚至還說呢，不可能賣給大陸的原因是呢 ，EUV 的設備大家知道有多大嗎？就如同是一台黃色的一個校車這麼大台。另外呢，我們全球的產量非常的小，而且呢，如果賣給他們的話，還要不停的進行原廠的長期維修，所以呢，艾斯摩爾說我們是不可能有賣 EUV 設備給中國大陸的。好，那另外一方面，華府緊張的事情，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事件之外，還有他看到中國大陸現在正在不斷的進行的他的曼哈頓計劃，就是中國版的半導體界的曼哈頓計劃。好，這個計劃是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爆料，他說大陸啊延攬了這一些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到中國大陸，並且呢已經選定了在深圳這個地方來重建他艾斯摩爾的 EUV 的原型機，用的就是逆向工程。那麼計劃是由中國大陸的政府主導的，華為來擔任關鍵角色，並且延攬了1000名工程師一起來參與這個逆向工程的計劃。漢庭怎麼看這個中國大陸啟動的這個半導體界的曼哈頓計劃，真的能破解艾斯摩爾的壟斷嗎？魯特尼克又再度的向艾斯摩爾公司關切，那這都展現出了美國的深層焦慮。那艾斯摩爾也講了，就是我們所生產的每一台，然後呢，他們都有掌握，完全沒有賣給一台給中國大陸。那但是呢，美方的匿名官員啊，繼續指控，我覺得你就是偷偷賣給大陸啊。那美方的懷疑有沒有證據？說沒有證據。好，那大陸為什麼這叫曼哈頓計劃？因為在做光刻機它不是純粹的商業競爭，它已經是國家生存等級的工程動員。就像當年美國請全國之力來集中了頂尖的物理學家、工程師啊、資金，搞出原子彈一樣。
所以今天誰掌握了 EUV 的供應鏈，誰就握着下一代 AI 算力啊、超算啊、隱形戰機、雷達晶片、高超音速導彈這一切的入場券。所以自然國家都一定要傾全國之力。那現在的大陸突破呢，不是在於僅僅抄一個機器或者是蓋好一個機器，而是要養一整套的供應鏈。EUV 不是單純一個裝置而已啊，而是一條整個的供應鏈。就是它的不可取代，不是因為它有哪一個秘方，是因為它整合了美德法日荷，然後一大堆的國家的其中的工藝啊，所以才能夠完成。所以中國大陸當前的路徑，它是必須要把每一個項目都慢慢的去給它打分數，每一個項目都慢慢的完成，每一張考卷都要做完。那如果我們問美國靠出口管制守得住嗎？有分幾層。第一個，如果只是說現在的 EUV 不賣到中國大陸，這個已經守住了，因為荷蘭政府受到壓力嘛，它甚至呢連 DUV 都不再賣了，所以這個已經守住。但是如果美國要說要守住，讓中國大陸永遠造不出 EUV，這個大概率守不住，只是時間問題嘛。因為封鎖呢固然是可以拖慢大陸的研發，但封鎖本身也是最好的催化劑。所以從2019年到今天，美國的管制清單越拉越長，DUV 呢也放在裡面了。但中國大陸從來不是說，哎呀，那完了，那我們就双手一攤，啥也不幹，而是啥，就舉國之力一起來努力，一起來研發啊，有基金啦，可能研究所啦，然後無數人的協作，就是幹嘛？希望要能夠從中突破。那再來第三個，其實真正的戰場已經轉移了嘛，因為不僅是說在硬體的制造，而是在於整個的晶片設計的邏輯跟工程上面的想法已經不一樣了，包含從摩爾定律是不是已經走到了物理上的極限，所以才會有濤定律，或者為什麼像 DeepSeek 它一開始它是透過算力的演算，然後能夠取到迭代，甚至呢是價格的減半，這就是中國大陸在目前物力有所極限的狀態之下，如何改變它的思路，甚至是結構的整層。讓它在還沒達到物理極限，沒有這個機器，但也能夠做到相同的效果。好，一方面是美國很害怕這個艾斯摩爾的技術啊，還有它的設備流入中國大陸，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也說了，我們也不需要一定要这個艾斯摩爾的這個設備來做逆向工程，他們認為說現在也可以靠自己的技術，靠自己完全走不同的一條路來做這個光刻機。所以呢，來自於這個南華早報最新也披露了說，大陸現在計劃的是中國半導體產業一起推動所謂建立的中國版的艾斯摩爾，他們公開喊出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好，有了這樣的一個架構之後，我們就看到各個廠商開始做各自的一個發展。首先，華為剛剛漢庭幫我們講到的，不走這個摩爾定律了，現在走濤定律，那麼靠的是邏輯折疊技術。他說，2031年可以呢設計出1.4奈米同等效能的高階晶片，有助於華為接下來推出它的9030可以做大幅的升級哦，麒麟9030。再來另外一個設備，另外一個技術是另外一家廠商的奈米壓印光刻機的一個技術已經投入產線了，它可以不投射光線，直接靠壓印，不使用 DUV。最重點來了，就是它的單片成本竟然只有傳統這種 DUV 的1/10而已，這個也是美國比較擔心的事情。再來就是深圳的新凱來了，新凱來也講了一段時間了，他們說他們的 DUV 的曝光技術可以結合自對準4重圖案化，可以推進5奈米製程。厲將軍怎麼看目前中國的各種規劃？我覺得美國商務部長這個突然會對艾斯摩爾提出關切哈，甚至於他們懷疑是不是艾斯摩爾有將這個機器哈，這個當然艾斯摩爾的說法是說我沒有整台賣給中國，可是你會不會把裡面的很重要的一些關鍵零件哈，然後推銷給中國？那為什麼美國會有這種擔憂、有這種顧慮，會做這種關切呢？我覺得跟最近哈華為推出來的新款的手機 Mate 80。Apollo Max 有關哈，它用的就是零件，它用的晶片就是9030的這種麒麟9030的這種處理器哈。那它的效能已經，它原來的效能是用 N+2，也就是7奈米的效能，我們都知道了嘛。Mate 60已經是7奈米的，那它現在更進一階，用到 N+3的這種處理器啊，它到底是幾奈米？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正確答案，不得而知。可是我相信哈，這一定是比7奈米的晶片
更為精進。那因為中國自己華為有了這個7奈米以下更先進的晶片已經做出來的話，那當然會引起美國這個商務部長的擔憂哈。那現在我們要知道，那你用艾斯摩爾用這個原來的這一套的思維邏輯來卡中國的晶片的發展，但是中國一定要想辦法超車嘛。我覺得它是齊頭並進，好多的步驟同時在做。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它的曼哈頓計劃，我去延攬一些艾斯摩爾退休的工程師回來以後，然後逆向工程，把原來我已經有的這個 EUV 把它拆解開來，一步一步一動一動的來研究，這是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就是我們講的用奈米壓印。其實奈米壓印不是新的技術，你知道，它是在1995年的时候，這個有一個中國的科學家在日本的時候，他已經研發出來，而且日本的這種佳能Canon 它已經有這個技術了，所以它不是新的技術，它只是繞過光刻機的方式，它不是用光刻機，它用壓印。我們知道光刻機我用照相，當然可以照出這晶片的圖案，那我用印的一樣也是可以嘛，但是印的當然有它的缺點，第一個就是說你會不會那麼精準的每一個印都印到你的定位上面？畢竟來講，晶片都是以奈米級這個極小的差距，如果說有一點誤差的話，可能良率就會差很多。第二個，你下面那個模板可能按過幾次以後，它會不會就模糊掉了不準哈？第三個，我覺得最重要的，為什麼日本 Canon 做出來以後，後來沒有繼續推廣？因為你要換新的技術，可能你會有很多的風險，你必須要承擔那種風險。那我已經有這種EUV 照相的技術，我是不是要另外去建立一套的這種壓印的技術？但現在來講，中國你不讓它有 EUV， 它就必須要在這方面去精進這個壓印的技術嘛。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國突圍的一種方法。第二種突圍的方法哈，這個應該說第三個突圍方法就是 DUV， 我用多重曝光的方式，就是我照一張相，比如說我要照一張美女哈，我照了第一張以後，我把它再放大，再照第二張，再把它放大，再照第三張。那當然跟解析度有關，最後我可以看出來美女耳環上面戴的項鏈是什麼品牌的上面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當然我講的就是晶片可以做的比較小。那當然這方面可能你的就會牽涉到你的良率哈，因為就像是我們照相的問題一樣，如果說這個你不斷的放大，如果你解析度不夠的話，你可能良率就不會有這麼好。可是這也是突破的方式，所以我認為中國在這個半導體的這個產業方面來講的話，它會尋求不同的這種管道，從壓印技術到 DUV 多重曝光哈，到曼哈頓計劃哈等等來講啊，甚至於它從理論上面改進它的超定律的理論啊，從這個摩爾定律改成超定律，說種種方面，它都想辦法來突破，也就是這些才造成美國商務部長他的擔憂。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祭出了非常多的各種的技術來突破跟這個艾斯摩爾走完全不一樣的路。那另外一方面，當然現在大家最在意的，也在看的就是它的良率能不能跟上，這也是它目前在努力的方向。那所以接下來，請問這個張將軍怎麼看？美中未来會走自己完全的各自的一條路嗎？您怎麼看？我認為先會各自走各自的路，先分流再整合，一定是將來的兩套系統，就跟我們講的 GPS 定位跟北斗定位。你要選哪一個？對不對？那到時候你也可以講，我要兩個都要一起的，互相校正啊，兩個一起抓在一起，這個也可以，這個就是整合啦。是。那現在理論上是先分流，因為中國大陸具有3個優勢。第一個，它的產品呢具有價格優勢，我們就聽到什麼白菜價，就價格優勢嘛。因為供需決定價格，價格也決定供需。你價格越便宜啊，你賣的越多，因為你貴就物以稀為貴嘛，那就賣的就少了嘛。就是這樣。那換了中國大陸具有價格優勢，所以我們講的產能過剩，因為產能過剩就便宜了。為了中國的這個我們講的能源新能源車啊，就是那個電動車啊，為什麼這席捲？不便宜啊。你就同樣價格，我那邊內裝比你好哦，那就價格大家就喜歡就偏好了嘛。因為消費者是有這方面的選擇上的自由嘛。那大疆無人機為什麼市占率占全世界占70%？那就便宜啊，你要不要？美國同樣一個規格的，就是大疆無人機的3倍價格，你要不要？你要買美國的，那可以買大疆的那個3架，你要不要？那大家就會了，就是有2/3可以省下來，你幹嘛不省？消費者一定站在一個經濟的角度來購買這些物件嘛。第二個，中國大陸有市場優勢，中國大陸14億人市場，現在非洲也有14億多人，那28億人了。
東南亞有將近7億人口，哇，加起來30多億啦。印度這14億哈，要用美規還是要用中規？到現在為止，你說用美規，我說不見得哦。印度我好像在做戰略調整哦。那換句話，印度是15億人口，14億多了，我們就是四捨五入就15億人口，那就加起來不是這市場就出來了？人口市場啊，你知道市场越大啊，单位的成本就越低，因為你做的多嘛。我们叫做報酬規模是這個意思。所以這個市場優勢，我認為就是人口優勢，將來會慢慢凸顯，因為大家都慢慢都會有消費能力。你看以前的時候是貴族階層，現在不要了，普羅階層也可以買啊，是不是這樣？第3個優勢，我認為是這個普遍的優勢。我們知道這個匈塞這個鐵路啊，350公里，匈牙利到這個塞爾維亞，這麼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鐵道工程啊，那你現在亞萬高鐵，印尼的這個雅加達到萬隆，萬隆是印尼的第4大城，這一个。時速那個高鐵的時速350公里，也是中國大陸為什麼做軌道工程嘛？所以中國大陸這樣子的話，將來會我們講的普遍優勢就會出來。所以3大優勢，我認為會分流，以後再整合再說了。要趕快來關心到中美科技戰在此刻又再度的升級，尤其是針對於晶片戰的部分。現在呢，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祭出的制裁又更加的嚴謹了。到底美國在怕什麼？我們要來看到它從各個方面來做的限制，包括從記憶體，還有呢禁止晶片的轉運，甚至台灣的部分也推刑責來做封口。艾斯摩爾的執行長在此刻也直接示警說，再這樣搞下去，對於艾斯摩爾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哦。那麼中國大陸的部分現在則是加速的要發展，希望能夠做到3奈米。那麼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美中的這一場晶片戰，我們今天會從幾個方面來做解讀，包括了從記憶體、出口管制跟全鏈的封鎖3大戰線。因為呢，美國的戰爭部現在又祭出了這個黑名單哦，多家中國的重量級的企業再度的被點名。先前我們談過了，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跟比亞迪都是在黑名單當中。現在呢，確定再新增了2家，而且這2家都是大陸非常重要的記憶體大廠。本來是沒有事情的，在2月份的時候一度是列入黑名單當中，但是又說不用，但現在又確定要再被列入制裁當中。這2家記憶體就是長興存儲跟長江存儲了，代表說現在美國非常的在意大陸發展的記憶體晶片，成為接下來的科技戰重要焦點了。美國不只是限制這個戰爭部跟這些企業的合作，未來從2027年開始也限制第3方轉運，並且來做封鎖。我們要來看到彭博社的最新的報道，包括了台灣的部分也會受到影響。台灣的部分為了配合美國的科技管制呢，正在研議晶片出口管制做一個比較嚴格的限制。未來如果沒有經過授權的話，不准轉運到中國大陸。如果敢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的話，那麼是首度的恐怕面臨刑事上面的責任。這是首度哦，有刑事的責任。艾斯摩爾的執行長在此刻呢，他也出來說話了，因為呢，當然了，美國針對於日本還有這個荷蘭，它的盟國都有所限制，特別是在這一些高階製程的半導體部分，所以艾斯摩爾的執行長福克出來喊話。他說呢，要這些盟國自己小心一點，尤其是這些歐洲國家的企業，不應該過度干涉供應鏈，並且指出艾斯摩爾在歐洲的銷量只佔它總銷量的1%，亞洲對他來說才是最重要的市場，高達80%的市佔。因此呢，如果去做限制的話，會使企業，他指的是艾斯摩爾，面臨很大的一個風險。他特別小心的說，企業應該盡可能的靠近自己的客戶才對。美國各種的限制，艾斯摩爾反對是反對，但是是不是逼中國大陸建立自己一條去美化的半導體供應鏈？賴老師怎麼看？我當然是嘛，因為以艾斯摩爾的擔憂，其實他如果更清楚明白的告訴美國人說，我艾斯摩爾如果未來倒的話，你美國人也倒了，你歐洲人也倒了，因為包括台灣也倒了，韓國也倒了。為什麼？因為他們用的都是艾斯摩爾的光刻機嘛。對。那艾斯摩爾的光刻機之所以能夠繼續營運存在，是因為它有賺錢，它有賺錢，所以它本身能夠養這些科學家、工程師、工作人員，不斷的去幫他生產艾斯摩爾的產品。他們才能夠不斷的去賣給台灣、台積電，或者是賣給三星等等的這些半導體，包括馬來西亞的這些半導體的公司嘛。可是如果說他一旦不但賺不到錢了，
或者是它開始虧損了，那你一定由政府來貼到最後政府貼不下去，它就倒閉嘛，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那為什麼它什麼時候會不賺錢呢？就大陸把光刻機做出來的時候，它就不賺錢了嘛。大陸現在是2條腿走路，這個策略跟它過去在發展汽車的策略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大陸它目前的策略，過去它在做這個汽燃車，它一直用了很大的力氣在研究這個發動機，可是它的發動機再怎麼去做，贏不了日本，贏不了德國、歐洲、美國等這些國家，所以它的傳統的汽車工業在生產發展中，它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因為它的核心的部分就是那個發動機嘛，那個發動機一直贏不了，所以可是它在走這個傳統的路線的時候，它同時也在走就是電池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綠能的電池的汽車嘛，結果電池突破了，核心的這個技術突破了，它就不再走這個汽燃車了，它走電動車。它現在走也是一樣，一個走光子，一個就是走這個光刻機，它2條路走，對，2條路走，看哪一邊先突破，哪一邊贏了就走哪一邊，另外一邊就收掉了。所以我個人覺得，大陸目前來講的話，觀察起來，大陸絕對會突破光刻機。這就是 ASML 為什麼會越來越擔心，一旦大陸突破了，它光刻機自己能夠生產製造，它開始賣給全世界。它銷價半價賣的時候，就把你 ASML 打趴了。ASML 一旦一打趴，那你倒了，那就他的天下了。這個時候你美國也倒了，歐洲也倒了，台灣也倒了，韓國也倒了。所以我個人覺得 ASML 它的緊張焦慮是有道理的。对，所以現在在美國的各種的限制之下，就如賴老師幫我們看到，包括中國大陸自己的部分，在晶片上從設計、製造到封裝，都能夠希望未來能夠達成完全的自主化。剛剛老師也幫我們特別提到有關於這個設備的部分，現在呢就是說這個技術是光子的晶片做量產，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新創科技，這一間叫做普林科技。他說呢，未來他可以擺脫艾斯摩爾的 DUV 哦，他用的技術叫做奈米壓印技術。可以在8寸晶圓上完成光子晶片的量產。重點來了，他說耗電量是 EUV 設備的1/10，成本只有 DUV 的1/10而已。好，這是設備端。再來看設計端，華為他先前宣布的說，他的今年的麒麟手機呢，可以靠邏輯折疊，性能達到台積電等效的3奈米製程。再來就是還有呢，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一些頂尖人物最新發表的言論。這位是中國的10顆設備關鍵人物，同時他也是中微半導體的領軍者，他叫尹志堯。他曾經加上了這個參與過台積電3奈米製程的中國科學家，他叫達博。他們2位呢辭去了在日本的工作，現在率領核心團隊回中國創業。他們做的這個中微的設備已經切入了5奈米和3奈米的製程，所以一邊這個我們先來關心的是新創主打的這個奈米壓印的技術，到底是真的能夠繞開艾斯摩爾的技術嗎？光科技的部分，楊老師怎麼看？所以我很喜歡上這個節目了，就不只是談戰略經濟，還談這個科技的最前沿哈。那我也去查了一下，這個叫做普林科技哈，2個都斜玉旁的，它這個叫奈米壓印技術哈，其實它大概沒有辦法完全替代取代艾斯摩爾的這個就是光刻機，特別是先進製程，因為它主要是針對8寸晶圓的，就是使用。那沒有錯，耗電成本都壓到了1/10。技術上怎麼做呢？技術上傳統的那個 ASML 的那個光刻機哈 ，EUV， 它是像投影儀哈，就是把電路圖縮小投影在晶片上面，然後用光刻把它給刻出來。那但是這個奈米壓印機呢，就像蓋章，一個是投影。一個是蓋章，它通過直接的機械的接觸，將眼模板上面的奈米電路壓印在這個晶圓片上面。所以2個技術就不一樣。那能不能夠就是說有替代？至少在8寸這一方面哈，那一定替代，因為成本又低，用電又低。這個用電很重要，這跟我們家裡面用電不一樣。現在台積電
整個這個半導體的用電量是非常嚴重的哈。那所以它第一個繞開了光學上的限制，那第二個呢，它也降低了成本，降到1/10，這都難以想象。但是它基本上是在補充，在整個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戰的層面呢，已經做到就是8寸的，能不能再往前走？哦，這個很難講。通常他們自己認為這個並不是一個替代，而是補充。可是，在8寸的這個層面呢，這種是一個高度的替代，也就是在用電跟成本上面都達到，如果是一樣的效果，而且它已經是規模化量產的哈，它不是在實驗室裡面的技術。那這種量產的東西，我覺得後續的發展相当可以期待。好，所以我們說看到設計端有華為，然後剛剛講的是設備端有中微半導體，剛剛老師特別幫我們講了這個奈米壓印技術等等，會不會美中未來就是晶片自己走自己的一條路，那完全的分流呢？厉将軍怎麼看？確實是如此。這個中國在晶片上面的發展，由於被美國一直卡脖子，一直限制哈，所以它就变成自己要另外走出自己一條路。那現在看出來已經不叫彎道超車了，它是另外發展一套的自己系統。是。那我們看哈，從這個晶片的製造的設計端來講的話，美國我們都知道，它原則上它走的理論是摩爾定律。那這次这個華為他們自己研發出來是陶定律，是完全兩者不同的這種理念來分別做發展哈。那第二個來講的話，有關於剛剛這個晶片製造的技術來講，一個是用投影的技術，另外一個是用印刷的技術，這也是完全不同的這種理念。那未來到底是這兩種體系會是一個取代另外一個技術，還是說兩者互相並存？我認為兩者會互相的並存哈。為什麼我這樣講呢？當然，這個以美國為首的這些科技，他們已經很多年了，你不太容易把它說是這個取代它的技術，而且它這個技術已經是完全蠻成熟的。但是中國哈，它為什麼可以有機會發展？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它市場夠大。美中科技戰，趕快要來看到的是，美國是搞錯戰場了嗎？在這個時候急補漏洞，封晶片哦，做白工嗎？另外一方面，華為在此刻則是推出這個韜定律出世之後，他說要直衝1.4奈米。另外，中美日現在都希望能夠做這個光刻機哦，三路圍攻艾斯摩爾，神話會不會崩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沒有想到呢，我們看到美國商務部哦，這時候針對於科技戰又再次的升級，做半導體相關的管制。最新他寄出的是美國發布的緊急指導意見，堵住包括讓輝達還有 Blackwell， 甚至是這一些最先進的 AMD 的 AI 晶片可以流向中國境外的中資企業的路，全部都給它圍堵住了。但是現在來看說，美國你繼續禁止，真的中國大陸會害怕嗎？原因是因為現在大陸早就已經發展出自己的一整套系統了。華為推出的這個韜定律是挑戰了稱霸許久半導體業界的摩爾定律。韜定律大家知道是轉向於這種訊號的延遲跟邏輯的折疊，時間維度全面做優化哦。那麼另外一方面也喊出了2031年挑戰1.4奈米，要完全繞開由艾斯摩爾所主導的 EUV 設備，也不需要用到它的光刻機了。中國現在是完全的走向半導體的獨立自主化，包括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從設計制造到封裝，全部都自主化。我們先來看到在制造方面，這個是中芯國際全力要發展的7奈米製程的產能。設計的方面，則是我們看到華大、九天在 EDA 的軟體上面也做一個大廠的支持。再來是設計製造跟這個封裝的方面，然後再來我們看到封裝的方面，在於這個光刻機的部分，現在也有更大的一個加強設備了，包括在刻蝕還有它的薄膜沉積等環節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等於說現在大陸建立起自己的國產的系統全面成型。那委員怎麼看？对啊，其實中國大陸從今年的4月29日吧，當我們看到那個 DeepSeek V4版本正式對外發布的時候，其實中國大陸基本上就根本不需要西方的晶片了。當時我在這個節目說過，V4版本當時發布之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宣告，它打造了一個這個生態鏈哦，它打造了一個底層架構。那麼這個底層架構可以跟CUDA來相拼哦。
那麼這個底層架構呢，它不是只針对一家這個國產晶片哦，它可以接到8家的國產晶片都適用哦。那麼當 DeepSeek V4 版本公布了這樣的一個訊息之後，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有了這個底層架構之後呢，就可以發展屬於中國大陸自己國內的生態鏈，而且不僅僅是針對一家國產的這個晶片哦，它針對8家都是適用的。那麼我們接下來講，看到華為最近丟出來的這個重磅訊息叫做濤定律哦。我先要講一下，就是摩爾定律是什麼？就是我們在半導體產業過去發展的60年的時間，都是依循所謂的摩爾定律。摩爾定律是在1965年，當時 Intel 的共同創辦人叫做 Gordon Moore， 他當時拋出來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什麼呢？他說未來所謂的這個基體電路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IC。所謂的基體電路呢，在18到24個月，我們現在是講2年了，就每2年它的尺寸就會縮小一半。那尺寸縮小一半，代表的是什麼呢？代表的是你可以放进更多的这個相關的這些電晶體啊。那麼當電晶體放得越密集，那麼效能就會提高。因為所謂的這個電晶體在傳遞的過程當中，它是有距離的，所以當距離越近的時候，它的效能就會越高。那麼過去我們在60年的时間所發展的這個半導體的路線都是循這個路線的，但是摩爾定律走到今天，已經面臨了很嚴重的物理極限跟所謂的成本極限了。什麼叫物理極限呢？在地球上大家都學過化學哦，就是說最小的物質是什麼？是原子。你說啊，當然原子還可以拆成原子核跟電子，但是那已經不存在了這個物質了。最小的物質的尺寸是原子哦，可是我們現在走到了這個2奈米、1奈米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晶體的尺寸已經幾乎要突破原子的尺寸了，這已經到了所謂的物理極限了，你不可能再小了。然後第二，你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你要投入很高的成本。各位知道，光是2奈米的設計成本就超過10億美元哦。那你還不包含在生產的時候良率能不能達標，這些都是問題。所以我要講直白的是，摩爾定律已經走到了一個臨界點了，就是大家看到這個曲線已經趨近於平了哦，就不太可能像過去這樣不斷的2年就翻倍一次，2年就往上提升。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提出的濤定律其實是有不同的意義的。第一，它可以取代了摩爾定律，就當你現在在這個所謂的我們叫做幾何縮微啊，你要把這個基體電路縮到最小的時候，你已經面臨到一定的物理限制跟成本限制的時候，那你為什麼不做時間縮微呢？這是濤定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什麼呢？我之所以要把這個基體電路變小的原因是我要增加效能，我要加快速度。那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加快速度啊，我怎麼做？我用所謂的3D 堆疊啊，我把所有的這個我要的晶片把它堆疊在一起。我原本是平面的，我現在變成立體的了，所以我所有的讯息傳遞都用垂直傳遞了，那我一樣可以縮短了傳遞的距離啊。那所謂的3D 堆疊這個概念，其實不是現在才來的。各位如果有注意，當時昇騰這個華為的昇騰系列，當時他在推出910CD 的時候，他就已經試圖用3D 堆疊的方式去提升它的效能的。所以呢，這一次華為推出的這個濤定律，我認為對整個半導體產業來說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哦。就是當摩爾定律走到了極限的時候，可能就可以用濤定律來取代了。就我們接下來用垂直的方式來取代過去平面的設計啊。那麼而這樣的一個濤定律呢，某種程度呢，也可以讓中國大陸擺脫它現在所面臨到的所有的技術跟這個設備的封鎖。因為我剛才提到的，過去60年所有的半導體產業都是走摩爾定律的，所以現在所有的技術、所有的專利、所有的這個設備都是以摩爾定律為基礎的。可是如果今天你一旦走了濤定律，它已經不在乎 EUV 了，它在乎的是3D 堆疊，它在乎的是這個它的散熱。因為當這些晶片都堆疊在一起的時候，它的這個功耗會很大。那麼如何讓這個能量熱能散熱的這個效果變得更高？其實中國大陸在這一次華為之所以能夠提出濤定律，它已經有解決的方法了。所以在這一點上啊，我認為中國大陸走出了另外一條半導體的發展的這個軌跡哦。它不但可以突破封鎖，它可能可以再創高峰了。好，這是大陸哦，這個濤定律走出了自己完全的一套自己在半導體自主的一個系統。那它是預估2031年挑戰1.4奈米這樣子的一個效能。那在此刻，美國商務部還要持續的對大陸做封鎖，到底有沒有用？那艦長又怎麼看？如果美國商務部的緊急指導的這個意見有用的話，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個最大受害者啊，這就是雷蒙多啊。當初呢，他也就是對於華為各種打壓，結果
華為出了這個 Mate 60 Pro 的時候，第一個就直接在他的記者會當中，直接幫他拍了一張照片，而且那張照片呢，直接右下角就告訴他了，這是華為最新的一個手機，然後他就變成最佳代言人了，所以一點用都没有。反而变成了代言人。至於剛剛那個大千委員告訴我們這個有關於濤定律，有關於這個垂直堆疊，那我們看這個圖就更為清楚。以前我們講到的摩爾定律都是把這一個晶片越做越小，那可是越做越小的話，實際上來講物理極限就到了。那物理極限就會在這個1.4奈米以下的時候直接面對。那直接面對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現在靠的這一個良率，靠的這一個艾斯摩爾不斷的創新，也就沒有用了。為什麼？因為除非你出現一個愛因斯坦，你現在直接的利用量子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問題是目前沒有嘛？目前沒有，但是華為就直接的在現有的基礎上面直接開始進行堆疊。那進行堆疊的部分呢，其實它也是在做小。那但是呢，它的这一個每一個堆疊之間呢，直接的拉線，直接就可以拉線構連。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來看到華為以及台積電未來的競爭，所以台積電不要認為說華為不是對手，實際上來講，華為把台積電當成了對手。也就是我們看到，當這一個晶片越做越小的時候，你碰到了這個物理極限。但是對於華為來講，它現在做的也就是它要把這一個晶片越疊越高。那只要它能有效的解決這中間的散熱問題，解決這中間的拉線以及設計的問題的話，那其實即使它現在只有7奈米，或者是進步到了5奈米的話，它的狀態可能比我們剛剛講到的台積電的1.4奈米的狀況還要來得好。所以這個就是後發先至的一種可能性。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美中科技戰下，這個美中各自在自己的賽道上面的成績跟努力。那其實呢，很重要的就是說，在制作晶片的時候，非常重要的是光刻機。長期以來其實也都是由艾斯摩爾在高階製程上面完全的壟斷。那現在呢，其實包括了美國跟日本跟中國大陸都希望能夠有自己的光刻機。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最新進度。美國方面，我們先來看，他宣稱呢突破了這個叫做 X 射線的微影技術，成本呢5000萬美元，是遠低於艾斯摩爾它的 EUV 的5億美元。他還放話要挑戰台積電跟三星的代工。再來是日本，它是尼康，它重返戰局，主攻 DUV。那麼現在根據了解，艾斯摩爾它的這個浸潤式機台要8250萬美元，所以日本說它的優勢是在價格上面。最後是大陸了，路透社的爆料說，深圳有一座是高度戒備的實驗室，已經開發出了 EUV 的原型機台。那麼還包括了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有在參與，2030年前要實現晶片量產，代表艾斯摩爾的霸權有可能鬆動嗎？楊老師怎麼看？應該是遲早的事情，不過眼前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挑戰。他現在主導整個光刻機的霸主地位，因為他的這個訂單现在還是排得很滿。對。而且它的最新的叫做 High NA EUV， 定價多少錢？4億美元，太貴了，連台積電都說我到2029再來考慮。可是海力士在搶着買。但即使如此，以它的就是整個從 DUV 到 EUV 的製造的這個量能呢、產能，它其實到2028年才可能真的去做它現在這個4億美元的最新款的 EUV。那因此，它所需要的零件大概超過10萬個，有5000個供應商啊，所以這個跟台積電整個在晶圓晶片製造過程當中也是一樣，它的製程以及它的整個生態系使它維持在這個霸主地位很難這個震撼。可是呢，你剛剛提到的像是美國那個 substrate， 對，不過目前基本上它還是實驗室是做出來了，可是呢，進一步的要把它做量化量產了，我覺得很大的困難。它的價格大概是只是就是 EUV 的 ASML 的1/10，大概5000萬美元。那至於我看到北大
浙江大學都有提出新的這些訴求的架構，有的根本就直接跳過光刻機。可是事實上，以我对涛定律理解，它有2个跨越。第一个，它跨越摩爾定律；第二個，它跨越美國在科技戰當中的那種地緣科技對中國大陸的限制。可是，即使是華為已經這個成功的推出381款使用涛定律在做，可是他還是希望說，就能夠用光刻機把現在7奈米達到5奈米的效應。那如果做到5奈米，那不達到3奈米嗎？所以它還是需要光刻機跟 EDA。